前方即将经过真须岭大桥，全长600米。从上海出发，经过2000多公里的跋涉，来到了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东兴市。东兴市是中国西南省市与边境沿海地区的重要节点，与越南芒街仅一河之隔，既是1.8万公里海岸边境线的终点，又是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的起点。我们以此开启了一段奇妙旅程。东兴口岸每天来往于两国之间的人群络绎不绝，很是热闹，这就促成了当地独特的文化风格。瞩目大清1号界碑，了解当年李寿同与法国人据理力争，收复法军强占的土地，寸土不让地确立中越边境。再看今朝宏伟的东兴口岸国门屹立眼前，不由得感叹祖国如今之强大，前辈开展的艰苦斗争是多么的不容易。沿着219国道继续前进，途经28个胳膊肘弯、17个回头弯的马鞍坳，来到了镶嵌在山坳中的美丽城市平祥市，是中国通往越南及东南亚最大和最便捷的陆路通道。而我们重点要关注的就是我国9大名关之一的镇南关。有一关口岸，它与越南公路相接，是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和国家1类口岸。有一关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法战争时期，老将冯子材利用镇南关的险要地势，击溃法军，取得胜利，为这座名关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旅程继续朝着下一站靖西市前进，两边的岩溶山原地貌越发明显，配合着路边的稻田风光，犹如置身于世外桃源。清罗江水碧连山，承在水光水色间，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途中路过一片香蕉林，有幸目睹了正在采摘香蕉的全过程，选择已经成熟的香蕉，用刀将高处的香蕉砍下来，每一层放上垫子，防止香蕉受损。然后工人负责把香蕉扛到集中点，置于凉水中进行降温并洗去焦油，随后放在含有保鲜剂的水中浸泡数分钟，进行杀菌保鲜处理，晾干后进行包装装箱，然后马上装车运输至冷库贮存。离开靖西市，行驶不久就进入了云南界。我们云南的第一站是平边县。平边县地处云南省南部，以苗族文化为特色的小城，城边还有未完全开发的野瀑布，低水层瀑布藏在山林谷地中，别有一番趣味，绝对是一个值得一游的避风港。全城的建筑风格都充斥着苗族元素，其中滴水苗城更是融合了苗族风情与自然美景的特色小镇。这里以牧羊河水系为核心，构建了一河五景的美丽框架，让人仿佛置身于山水画中。到了夜晚，更是在灯光的衬托下别有一番风味。而这次的到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还有2个特殊的地方值得一探。这是中国最后的铁道集市，讲述着100年滇越铁路上的人间烟火气。只有每周一的早晨来到这里，才能见到人们在铁路两旁赶集的妙趣横生景象。滇越铁路人字桥横跨悬崖峭壁之间，建于1907年，
是滇越铁路上最艰巨的工程。100年来，人字桥更见证中国与世界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承载的荣辱与沧桑，书写了永远无法抹去的浓墨重彩。一路向西，沿着红河岸边行驶而去。红河为中国云南省至越南跨境水系，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重要国际性河流。由于流域多红色沙页岩地层，水呈红色，故称红河。路上妙趣横生，有不紧不慢的老黄牛，有飞奔而过的小香猪，有静待喂食的田园犬。驶入岸边的密林处，还有当地渔民在投放鱼苗，真是旅途路上乐趣多。终于，我们来到了哀牢山的南部，哈尼族人1300多年来生生不息雕刻的山水田园风光画——元阳梯田。它是中国山区稻田农耕的最高典范，更是中国人工湿地的不朽经典。其中，庆口村地处红河哈尼梯田核心区，具有哈尼山寨典型的山林、小溪、村寨、梯田4宿同构景观，依势而下。行走在村落之内，两边民居建筑古朴静谧，宁静祥和感扑面而来，好生惬意。庆口村寨中广场是寨子的中心地带，广场东侧是哈尼族文化陈列馆，广场北侧是哈尼风格的草棚凉亭休闲楼。北临浩瀚梯田，再往东沿着蜿蜒小路来到水碾、水队、水磨景区。历史上，哈尼人粮食加工均不用人力、电力，仅靠自然山泉的水滴。最后，让我们静静地欣赏这红云浮日，映天梯，翘满田山，水满旗。最爱春回，圆月照，风追九曲，绕牛犁。恋恋不舍地离开这山野美景，转身踏入风格迥异的西双版纳，去感受中国云南省最南端的热带天堂，极具傣族文化特色的城市。曼听公园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也是西双版纳最古老的公园。过去是傣王的御花园，在傣族历史上曾为封建领主赵片岭和土司们游玩赏花之所。放生湖本是澜沧江水域的一个回水湾，傣家人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湖，已有100名高僧开过光，是专供西双版纳佛教信徒放生的地方。总佛寺是云南边疆傣族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寺院，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历史悠久，法源深厚，在傣族人民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曼听公园被誉为西双版纳的灵魂之源，行走之间，如当年傣王妃游玩时被美景吸引灵魂一般。到了夜晚更是热闹。星光夜市被誉为东南亚最大且最具特色的夜市之一，毗邻澜沧江，坐落在具有傣泰风情的建筑大金塔脚下，为整个夜市增添了迷人的璀璨历史厚度。从热闹喧嚣重新回归到寂静淳朴，涉街而上，世俗尘埃逐渐沉淀。景迈山，我来了。2000年的种茶历史，山上共有15个自然村，多个少数民族在此共生，日出日落云海触手可及。一口气来到了景迈山的最高处芒红大寨，在这里不仅可以一览众山与村落之间的相得益彰，还能静观芒红佛寺旧址八角塔，感受历史的古朴。依山而下，路过芒景上寨，村口的古龙傲然矗立，名曰公主龙。公路从树下穿过，美不胜收。
沿着村落拐入一条小径，惊现蜂王树，枝干上住有约70个蜂巢，乃世界之最。当地布朗族将其视为神树，予以祭祀和保护。继续往下，便来到了翁基古寨。村落保持着较为完整的传统风貌，可是为布朗族的缩影。游走于此，沉浸式的去感受着古朴的气息。每到清晨，更是可观云海带来的自然震撼。最后来到诺干古寨，一个古老的傣族寨子，保留着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情。寨子被群山环抱，绿树成荫，溪水潺潺，仿佛世外桃源。家家户户都有本地的普洱茶，村民热情好客。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烦躁，只有山林的宁静与大自然的和谐。每个人都会在这找到内心的平静与美好。行程继续，路过素有牛油果之乡之称的孟连县，充足的光照，适宜的气温。尤其是喀斯特地貌满足了牛油果根系需要水分但不能积水的种植要求，这些都让孟连成为国内牛油果种植的天选之地。而要感受这个边境小镇的文化，需要去中国的最后一个傣族古镇那云古镇看一下。在土司时代，古镇从上而下分别分为：上城是土司及家奴居住的地方，中城是官员和家属的居住地，下城则是下级官员的住处。孟连宣府司署位于上城的最高处，是云南清代土司的衙署，也是云南18座土司衙门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与土司衙门的富丽堂皇形成对比的是清静悠闲的佛寺。大殿的墙壁上画着艳丽的壁画，记载的是傣族的历史传说。位于云南西南边境的西蒙县，作为我国仅有的2个佤族自治县之一，西蒙保留着浓郁的佤族文化传统，传唱祖国大江南北的民歌阿佤人民唱新歌，正是出自于此。龙摩耶圣地就是佤族文化的核心，让我们一探究竟。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有一处神秘的祭祀圣地，这里有3000具造型各异的牛头白骨，挂满了整个山谷。身临其境后，有点毛骨悚然，犹如身处非洲某个原始部落。这里就是龙摩耶圣地。佤族人相信，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每逢重大节日，佤族人就会在此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并把牛头保存在龙摩耶，祈求神灵的庇佑。切记不要用手触碰牛头，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天黑后来到这里。车在山中行，人在云中游，沿着如云梦仙境般的公路，来到了本次滇南之旅的终点站腾冲市。腾冲市是世界罕见且最典型的火山地热并存区，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来到这里一定要体验一下古镇的文化积淀，火山的奇妙壮美，热海的森林温泉，北海的绝美湿地。北海湿地风景区四面环山，属高原火山堰塞湖生态系统。大片漂浮于水面的陆地，犹如在五彩缤纷的巨型花毯。达马扬边踏着石板路，缓缓地向着大空山山顶进发。火山景区属于新生代休眠火山，是中国内地4大火山群之一。站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向内观望，火山口清晰可见，坑底都被植被覆盖。向外远眺，座座火山依稀可见，壮观至极。一走进热海景区，仙气袅袅，如登仙境。此处聚集了较多的高温热泉和气泉，以地热奇观而闻名。珍珠泉有几百个喷气孔，
一串串气泡从中袅袅升起，晶莹剔透，五光十色。古名泉为热海温泉水流量之最，喷出过程中的声音如古战场鸣鼓之声。眼镜泉是由泉华堆积而成，酷似眼镜。怀胎井由2口相似的井组成，左边的为龙井，右边的为凤井，被称为大自然造就的送子观音。大滚锅因泉沸水翻滚，腾烟蒸雾，气势恢宏，形似一口烧开水的巨锅。和顺古镇有600多年历史，形成了独特的侨乡文化和马帮文化。村口的牌坊是旧时代为表彰所立的建筑物。牌坊后面的双虹桥新桥建于1921年，两桥形如双虹卧波。过桥后就看到了和顺图书馆，被誉为中国乡村最大的图书馆，是本乡吕缅华侨为振兴家乡文化教育而捐资创办的乡村图书馆。和顺小巷沿和顺古镇3河河而建，沿途有和顺湿地、田园、荷塘毗邻。小巷中的大马帮博物馆呈现了和顺人走一方的生活方式，感受浓浓的马帮文化。还有清末腾越总兵张松林的老宅，上挂有慈禧太后御赐的牌匾福寿。顺着野鸭湖湖边漫步而行，虽然下着淅淅小雨，但举目无不是一幅颇有诗意的山水画。元龙阁前面为水体澄澈的龙潭，背后名木古树郁郁葱葱，潭边设有洗衣亭，是前人出国走一方，时刻挂念家中的亲人而设的。和顺古镇历史悠久而深厚，踱步于弯曲而绕的小巷中，慢慢地去感受这世间中的味道。银杏村内有2000多亩连片栽种的银杏树，小山村被高大的银杏树包裹得一片金黄，满地的银杏叶就如金色的地毯铺满村里的大小院落。门前银杏如香带，采到秋来黄又黄。旅途虽终，心有归处。从南往西，从日出到日落，切身秋意山城中，却觉滇中大不同。无需不舍，共赴下一程精彩。